企图犯下大错，大哥，你可要多帮我在领主面前美言几句啊！啊！大哥，哎呀，大哥，这就是前领主颁布的32禁闭法。没错，这是幽灵第二讨厌的地方。 不过我倒是喜欢的很，金灿灿的。造这面山壁，可费了不少金子。法正失炼，为天下覆辙，未知道。大哥果然好觉悟。但是幽灵嘛，10个有7个都不喜欢这束手束脚的法条，所以领主在实施禁闭法时，引起了不小风波。不过咱们领主多强大呀！ 摆摆手，一个眼神，就让那些逆反者永远闭嘴。只要他当领主1天，便能归墟安稳，人间无恙。即便无人可知，无人敢念。 听说凡人在灵眼里与猎物无异，这些灵怎么对我没兴趣啊？你现在身上有领主的气息，在他们眼里，你已经是同类了。你刚才说金币是幽灵第2讨厌的地方，那第1讨厌的地方是哪里？大哥，你这人好奇心怎么这么重啊？幽灵第1讨厌的地方。 当然是9宫明域了。这金币法罚罪台乃是归墟圣地，你凡人之躯前往，可能承受？那里浩然正气，而且有司牧坐镇。 我为何不能承受？你非兴清宫之人，怎能驱使这灵气？右丞对我的事情感兴趣，莫非是想换种方法杀我？
认为我会做如此之事？如此鲁莽之事，我想右丞也不会再做了。思慕的耐心向来有限，再新鲜的玩意儿也很快就会腻烦。你对我有敌意，皆是因为思慕。可你们已经认识300年了，他依旧不喜欢你。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哼！恭送右丞。你怎么了，大哥？我感觉我又有一点发寒。啊！哎，大哥！麦子，我还是有些冷，你再帮我烧几盆过来。好。领主。怎么一会儿不见，就搞成这样了？我就是吃了些风，有点手寒而已。本尊不是已将寒毒压制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又复发了？想以凡人之躯留在归墟，确实有些不容易。哎，怎么突然暖和起来了？在这个结界里，可以让你不再受寒毒之苦，但也没办法离开我。这么说，我可以光明正大的留在你身边了。你若是胆敢再冒犯我，我就立刻撤掉这结界，任由你被寒毒所噬。谢殿下大发慈悲，保我一命。只需在我10步范围之内即可，无需紧跟着我。尔等既已化作幽灵，心智归墟，自当严守金币法体律。金币法之力，意在约束归墟所有人，上至领主，下至普通游灵，皆须遵从。凡归墟灵众，不得擅自出入人间，不得无故伤人。无故杀人，不得干涉人间事务，不得聚众作乱、谋逆。宵禁无令者，不得外出。记住你们刚刚的痛苦，倘若违反金币法，所受刑罚会比刚刚痛苦1000倍、10000倍。右丞执法着实亲力亲为。300年来从无懈怠，这金币法能够在归墟推行至今，
前来右城鼎力示威。领主推行金币法，乃是遵从前领主的遗愿，右城一以贯之，雷厉风行。我等皆望尘莫及。思慕想要的，我定会为他所能。徐领殿，好。下一位。哎。哦。吉领殿。下一位。哎呀，右丞想要招募灵去开凿北渊。既然我等都来了归墟，3万灵石啊，那么高，我得去试试。哎，哪来那么便宜的好事儿？你可真是要钱不要命了。你看看上面写的，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。那我也得去。进来。我有要事向领主汇报，无关人等，请离开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想出也出不去。说吧。新生游灵已全部登记在册，开凿新域的招募也在有序进行，唯独游灵羽化一事，各殿无一人成功。识君之路，为君分忧。右丞，游灵因执念而生，若是让他们自愿放下执念入羽化池，实属不易，还需要些时日好好筹划一下。游灵羽化一事乃是正途，不能因为难就放弃。此事不能急于一时，你跟江爱再多商议一下。阿燕，今日你辛苦了，回去早点休息吧。那他我也一并带走吧。其余的事，我会看着处理。是。说，你刚想说什么？触碰到的如影的记忆，散雨落入心底的声音。假如可以这样轻轻唤着你，像温柔一瞬间抱紧，可控只是纷飞着心绪，献上百年，记住一个名，人间爱恨悲欢，盼共同尝尽，深海为遗忘或远离。就算朝夕换了，暗淡了，消散了，却又会怎样？只为唯一的你，靠近你，奔向你，抚平最痛的伤。奇迹般的，永恒的，灿烂的，剩一切荒凉。何妨余生完整，伴你跨过无尽的漫长。
是我大哥，他现在独得圣宠，让我进去，我就不跟你们追究。我大人有大量，放你们一马！我就在外面等我大哥，我不进去了！放我下来！凡人啊，他居然跟着领主来搞，真不赖！这可真香啊！哎，凡人。他的人大概是想过暖和的日子。这个人应该很怕水吧？这24店店主果然都独具特色。唉，没想到领主看竟是这么一个小白脸，这小身板我单手就能捏碎好几个。我瞧着倒是挺不错的，这模样也就比我差那么一点儿。啊！就是魂飞魄散了。那倒是。这凡人之举。小郎君，小郎君，领主都带你上殿了。前领主夫人都没来过这儿呢。佐证见笑了，我和殿下是迫不得已的。说什么呢？要是领主不愿意，谁逼得了他？哎呀，真替右丞感到不值啊！都把小白脸带来这儿了，不会是要请我们喝喜酒吧？那我可要好好打扮打扮。今日众店主有何事要奏？不敢欺瞒右丞，那凡人的寒毒确实发作了。听说是领主用结界保他不受寒毒所侵，但那血雨领主形影不离。给我盯紧他，有事速来汇报。是。一个渺小的凡人，竟让你这般护着他！是谁惹右丞生这么大气呢？左丞来我店里有何贵干？右丞向来急领主所急，我听闻领主带回来那凡人小郎君寒毒发作，让领主甚是烦忧。我恰有一南明离火锻造的云鼎，能暂驱寒毒，右丞何不拿去献给领主？你有这么好心？我的好心自然是千金难求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孙国让我们开凿北渊，临差由你麒麟殿出。可以。开凿北渊之后，临时开采仪式我来负责。也可以。成交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你可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让人变成灵，让灵变成人？
你不会想变成人吧？看司母喜欢凡人，想变回人讨他欢心。凡人不堪一击，如何与灵相比？谁知道呢？也许兴清宫的古籍里会有记载。说回正事儿，刚才的交易我同意了，换次押吧。那。又求您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真要为那个凡人驱除寒毒吗？只要那凡人用着云鼎来驱散寒毒，这鼎上附着的灵力便会进入他的脏腑，倒是谁也救不了他。多谢江爱姨，你有心了。思梦，我寻得一件南明离火锻造的法器，其纯阳炙热之气能暂驱寒毒，也能助你免受这凡人的困扰。阿燕，你有心了，但是方才江爱姨已经给我送来了可以根除寒毒的秘术，这云鼎你就自己留着吧。你要宝物，我便卖给你。你又没问我根除的法子。思慕，答应帮的忙我帮了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灵石。你随我去个地方。江岸，是我小看你了。归墟最贪财的灵，算盘自然打得好。禀右丞，左丞派遣灵差前来借调开凿本院的能手，态度十分蛮横，我们是否要配合？当然要配合。我可是亲口承诺了江岸，别因为这些误了我北院的正事。是。都说人和动物不能在归墟久留，没想到这里还有草植啊！归墟灵气充沛，总有造化之物凭灵气而生，为我等游灵所用。能让你抵御寒毒的水晶幽兰，它就长在此处。啊，还有长在尸骨上的花。灵气时而会凝成尸骨。长在尸骨上的便是水晶幽兰，可是这株年寿实在太短了，至少要300年以上的才行。连归墟的草植都这么长寿啊！妈妈，终于回来了！我好像看到了南都的景色。这水晶幽兰能读取记忆，使人陷入幻境，最好别碰。思慕，这么多水晶幽兰都不行吗？
爹爹，都300年了，爹爹的灵石为何在此？他来此处，莫非也是为了给你娘解除寒毒？大概是吧。看来只要是凡体肉身，哪怕是新清宫的人，也受不了这归墟的寒气啊。看来你打听了不少我的事情。比起从别人那里听来，我倒更想你亲口跟我说。子墨，子墨，我们找了这么久，都毫无收获。没事的，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们会找到的。思维，你的寒毒发作越来越频繁，得尽快找到医治的方法才行。千万不能让思慕知道了，他会担心的。爹，娘，吃饭了。哎，来了。我竟不知，我娘曾经也受过寒毒之苦。来，这是你爱吃的。轻易窥探本尊的过去，不怕我再惩罚你吗？受点惩罚也是值得的。我能看到殿下不一样的一面。这些菜都是思慕做的吗？你会觉得好吃吗？我尝一尝。真好吃。好吃。来，好。娘。谢谢思慕。你们最近怎么走不出去？既然思慕已经都发现了，那就把真相告诉思慕吧。打开看看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就好，把礼物放一边，先吃饭。思慕做的菜真好吃。来，好啊。你爹娘很爱你，谢谢思慕。他们陪你在人间生活，再吃点菜。好。希望你活得像个凡人，一个真真切切的人。没有如何，待太久了，出去吧。既然你不肯告诉我，那我就要在这幻境里看个够。你以为水间幽兰为何会将我们拖入幻境？从我们进入这里开始，他就在吸食我的灵力和你的魂石。这里开始变得不稳定了，他知道我们想出去，想掩盖出口。我倒是可以轻易毁了这幻境。这里有秦领主的记忆，还是留着吧。我们找别的出口。我能用五感感受到外面秦领主那股灵势，他或许能帮我们。
爹爹，刚才是你帮了我。思慕，找到我留给你的礼物了吗？如果你遇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，你带他来了此处，那这礼物便是你的了。跟着爹的灵石，我会带你找到的。爹。我健忘了，只不过是爹爹留下来的灵石罢了。喝一口。水晶用来需少量多次融入你的心脉，才能彻底根除寒毒。现在你至少可以离开我的身边，暂时不受寒毒侵扰。思慕，思慕，你怎么样了？无妨。都这样了还说无妨？我从没见过你如此虚弱过。不过是救扶桑木时费了些灵力，刚才结阵时实在是没稳住，无需担心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拉上来！走！不要！我不要！我不要去玉皇！我不要去玉皇啊！没成！
我就说我直接住吧。这执念不散，幽灵不沉，不是自愿放下执念的，果然没用。我不信，再来一个。尔等何人？胆敢擅闯！没想到这种地方竟还有这般枪手！敢问这位兄台，你谁呀？庶子尔敢知无名！此地禁入！哪来的野生灵？竟敢这样同我讲话！吾不知汝乃何人，然汝之必露，与兽何别？你跟我说人话！雷吉，干嘛？想打架？你傻呀！这些幽灵根本就没有办法羽化，反正这灵石我们是赚不到了，没有必要有手段惊动灵主。此乃吾家，恕不可侵。此乃吾家，恕不可侵。此乃吾家，恕不可侵。去哪儿？外面已经宵禁了。今晚月光很美，我想出去走走。我陪你去吧。求之不得。想不到段将军居然怕高。白殿下所赐，我又发现了自己一个弱点。上次我带你飞的时候，也倒是平静得很。上次殿下拉了我一把，我就没那么害怕了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归墟好似一幅水墨画。沉醉蓬勃世界，点灯火照亮了万古夜。青石板路，建筑古朴，断壁斑驳，还有还有什么？还有思慕。
我如果从这儿把你扔下去，你会怎么样？殿下不是说过喜欢我的头骨吗？我要从这里掉下去，脑子就开花了，头骨也碎了。那你要感谢你的头骨救了你一命。黑白之间掠过涟漪，天地周边光影，冲破黑夜，撕裂光影，挣不脱的宿命，互相联系。黑白之间。